在通往布鲁吉尔迪古宅的路上，这些个小巷都很有味道。这个门上面有2个不同的门环，听到这个门环的声音就知道来的是男宾还是女宾。有一个大爷把我叫住了，我也想给他一些。我们沿着这条小巷直走了2分钟，这就是这个古宅的大门。你好，你好。古宅的主人布鲁吉尔迪生活在19世纪，他看上了大地毯上的女儿，但未来的老丈人让他建一栋能够媲美自己家的房子。这可难不倒我们的主角布鲁吉尔迪，仅仅用了18年，最终抱得美人归。我们现在进到这个布鲁吉尔迪古宅里边了。就像刚才说的，这座精美的大宅在它完工前的18年里，动用了150名工匠参加了它的建造。在19世纪那个还是以人力为主的年代，修建这么个民宅，这可算是一个浩大的工程，也足以彰显布鲁吉尔迪和他妻子家的财力之雄厚。布鲁吉尔迪为了顺利取得美人，不仅找了当初负责建造老丈人家宅院的建筑师，更是请了当时伊朗著名的皇室画家，在他的新家描绘了极为精美的画作和无数的图案。中间画的是当时的卡扎尔国王，因此在前2年还有个剧组以这房子为卡扎尔王朝题材电视剧的拍摄地。主宅结合了雕刻与绘画，作为一个民间的豪宅搞得如此精美，不仅为他迎娶美人铺平了道路，还在现代吸引了无数游客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宣布这里是最受欢迎的旅游地。来到一侧的房间，这里并没有那些精美的绘画，但1层与2层之间的雕刻吸引了我们。作为万兽之王的狮子，不仅能捕猎水牛和鹿，还能击败蛟龙，它可以吃掉百兽，但在面对国王的力量时甘拜下风，来表明国王拥有无上的力量。而在旁边的柱子表面，在这些精美的雕刻旁边，有大大小小的拉丁字母，显然不是伊朗人留下来的。布鲁吉尔迪古宅的设计遵循了波斯的性别传统。据说这个门上面有2个不同的门环，一边的门环是男宾来之后敲的，声音比较浑厚；另外一边的门环呢是女客人来的时候敲的，那个比较清脆。这样的话，屋里的不管是主人还是仆人，他们听到这个门环的声音就知道来的是男宾还是女宾，然后该由男主人来接待还是女主人。不同性别的客人在进入大门之后，男女主人接下来的动线也会有所区别。敲右侧门环来访的男宾将会被仆人带领顺着右手边的走廊进院，并在那边的休息室等待主人过来接待，而女宾则会从另一侧的走廊进院，并进入那一侧的等待室。女主人则会在走过去待客的一路继续整理自己的仪容。大门上面有个烟囱一样的就是风塔，主宅后边也有2个，在伊朗的干旱地区很常见。风穿过顶部的通风口与室内交换空气，然后屋里的整个空气就循环起来，屋里就凉快了。布鲁吉尔迪古宅不算太大，我们这就出去了，去下一个清真寺。接着要去的阿高布佐格清真寺，距离布鲁吉尔迪古宅也就是几分钟的车程。我们在卡上的最后一个行程点是一个清真寺，它除了清真寺本寺之外，附带着里边有一个神学院，就是宗教学校。转过来，顺着这条街，看到前面圆顶的有2个宣礼塔的建筑，就是清真寺了。在这个清真寺里面，所有的女性都需要穿上这些个袍子才可以参观。在门口排队，然后人家帮你把袍袍穿上。我现在穿上了小粉袍，穿上这个袍子。这是卡上特色的花园坑结构。下沉式的下层院落中有绿植和水池，可以有效的降温和抗震。来，跟我来，我带你去看好东西。清真寺是在19世纪从一片地震之后的废墟上兴建的，眼前的主殿前后通透的结构，可以在这炎热的沙漠地区起到降温的作用。据说在寺内有一处特别的壁龛，铺着卡上当地有名的瓷砖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得到，但是我记得是在这个厅。
哎，找不到。哎，我找不到。哎，这上还有他们涂鸦。哦。作为非信徒的我们，不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，可能就是珍珠保佑什么的吧。在这个两旁分别有两个小东西，类似于泪滴或者说水滴，一样看不懂它写的是什么。在主殿堂的上方，这次看到了活鸽子，这个肯定是活的。清真寺的厕所是不分男女，据说这里有祈祷大厅，我们就去探秘一下。工作人员说我可以脱了鞋过来走走。这里还是挺大的。这个讲台，这个是现在叫常用那种讲台，还有专门的桌椅，用来算听讲。当我刚要从卫生间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大爷把我叫住了，跟我说要帮我照相，在他们的那个算是圣堂吧，帮我摆了好多个姿势。最后他问能不能，我也很无奈，我也想给他一些，但是没在兜里。无奈实在没带钱，只能跟他说钱都在车上。虽然让大爷失望了，但十分感谢他的热情。离开清真寺，我们即将踏上前往伊斯法罕的旅程。我们去把我们那个百万大烧破一下，闻到了很浓郁的咖啡味儿。上面这个花有点像兰花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别错过我们接下来精彩的伊朗之旅。